大家好，我是 Kevin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的视频呢由2个 session 组成，我们来到了百乐宫，挑战一下传说中宇宙最困难的1240，加上大盲20的前注，并且无上限买入的 game。我们是带入了1万美金，可以看到大家带的都很深啊，尤其是视频中的花臂男，玩弄着手里好几个白色5000美金的筹码。可能认识他的人不多，但其实他是知名 Pro Daniel Negreanu 的教练，叫 MJ。我们来看看能不能和他擦出什么火花吧。我们是一手牌都没有打，就从刚才的 Romance Move 换到了 Main Game。来看第一手牌，我们在40的 Straddle 后面放了一个80的 Double Straddle， 所有人弃牌到大盲，他是桌子上唯一的娱乐玩家。由于听口音看长相就知道是个印度玩家，就先叫他印度帅哥好了。他只带了很短的3000美金上桌，他选择 Limp。我们拿到14草花，选择加注到240美金，把主动权拿到自己手上，他选择跟注。翻牌来了 K82 两方片一红桃，和我们是没有任何一点关系。对手过牌，我们正常延续下注180美金，对手跟注。转牌是方片3，前门花是到了，对手过牌，我并不认为对手翻牌前 limp call 翻牌 check call 的行动线有太多的同花，我们选择继续下注了560美金，希望逮到他一些8和中间的口袋队，对手弃牌。紧接着上一手牌，我们在第一个 straddle 的位置还是对上印度帅哥，所有人弃牌到他，他加注到120美金，我们是拿到了德州扑克里第2大的起手牌 KK，3B 到了400美金，印度帅哥跟注。翻牌来了456，两个方片一个黑桃，我们是确认了一下印度帅哥的后手，他只有2500美金了，对上和我们一样筹码量的常客或者职业玩家，我会选择高频率的过牌没有方片的 KK 来控持，并且保护过牌范围。但是面对印度帅哥之类的选手，在这种潮湿低张连接面就是快打下重注，准备在转牌打光，我们是下注了700美金，印度帅哥跟注。转牌这张红桃8不得不说是有点丑啊，印度帅哥过牌，但是也没有办法了，我们已经套池了，于是就按照原计划推了 all in 他后手1800美金，印度帅哥是想了想选择了跟注，亮开了55，中了 set。后面的发牌也完全没有帮助到我们，于是我们就输掉了这个5000多美金的底池啊，有点出师不利。又是紧接着上一手牌，我们来到了大盲的位置。这个局里大盲不仅要交20美金的盲注，还要交20美金的前注放在底池里面，死钱很多啊，也带来了很多 action。我们是没有注意到枪口玩家的 limp， 印度玩家 limp 后，我们拿到55，加注到160美金，偏小的尺寸。枪口玩家这时候 limp raise 到了440美金。我们选择跟注，尝试 flop 一个 set。翻牌来了992彩虹面，非常干燥的牌面，我们都选择过牌。转牌又来了一个9，经过翻牌的过牌，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55是在领先的，下注了320美金，想要 deny 掉对面一些2高中的权益，对手跟注。合牌方片4不影响牌面，我们又下注520美金，想拿一些 ace high 的价值，对手想了想选择了弃牌，我们是收下了这个底池。我们是换到了4号位，这个时候最好录视频的位置。这手牌也没什么特殊的，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玩帮炮的方法。我们当时是5个人，每人放100在底池里面，直接看翻牌。翻牌是4893个方片，行动从小盲开始，他只有下注满池或者弃牌2个选择，其他玩家也是这样子，然后直接发到合牌，不做别的行动。小盲弃牌，大盲下注500，印度帅哥跟注500，我们在 bottom 看到一张方片 A， 果断选择跟注，最终印度帅哥是以勾6方片收下了这个2000美金的底池。这个时候 MJ 是来到了我这张桌子上面，他上来就提议大家都放上80的 double straddle， 于是这个局就变成了10、20、40、80加大盲20前注。这手牌我们是刚好在 double straddle 的位置， MJ 一直说我们打得又小打得又紧，这手牌弃牌到他是直接丢出一摞黄色的1000筹码，表达了他的不满。我们可惜是拿到了一个29不同花，只能弃牌，没有机会吃上他一口。
这一手牌没有 double straddle。Hijack 加注到100美金，我们在小盲拿到 A5 黑桃，3B 440美金 ，Hijack 跟注。翻牌来了，圈84，两个草花一个红桃，我们又是完全的 miss， 连后门花都没有。连续下注了460美金，希望打到它没有后门概念的空气，对手选择了跟注。转牌草花6。由于对手比我们有更多的同花，我们这里也没有任何的 equity， 选择了过牌放弃。对手下注660美金，我们弃牌。玩了几圈80的强抓之后，有几个玩家不愿意继续抓了，我们的 game 又回到了10-20-40。我们在 cut off 拿到了勾9杂色，加注到100美金 ，button 选择跟注。印度帅哥在抓位跟注。翻牌来了 ，K84，两个黑桃一个草花，过牌到我们。我们是有一个黑桃钩阻挡了对手的跟注范围 ，K 同时也在我们的范围里面，于是延续下注了160美金，只有印度帅哥选择了跟注。转牌草花4是对我们不错的一张牌，对手过牌，由于对手几乎不会拿翻牌的底对在这个面上防守，而我们有更多的 AA、AK 之类的强牌，下注了460美金，给他的卡顺、中对或者口袋对一些压力，他选择跟注。合牌黑桃10，印度帅哥继续过牌。这张黑桃10是完成了前门花听牌，我们手里刚好有黑桃钩，于是我们决定把买花开3枪的故事讲到底，下注了1140美金，70%底池左右的下注，继续给他受限的范围给予压力。他当时是非常的痛苦，说着不知道自己能赢什么，你肯定是同花吧？结果还是把筹码丢进了底池里面，亮出了圈8杂色，圈是草花，8是方片，甚至都没有黑桃啊！哎，不得不说，还是不要去偷好奇心旺盛的娱乐玩家呀。打完这手牌我就离桌了，是买入了1万美金 ，cash out 了5000美金，水下5000美金。这是第2个 session 的手牌分享，还是一样的局，但是桌子上的玩家筹码普遍都不深，我们是买入了5000刀。不记得为什么这一把没有40的 straddle， 我们在 hijack 拿到 A8 方片 open 了60刀。Cut off 跟注 ，button 的美国中年人3B 到了260刀，我和 Cut off 都跟注。翻牌来了，勾13两个方片，我们有一个同花听牌，所有人都选择了过牌。转牌来了，红桃9，我们是进步成了花顺双抽的牌力，下注了560刀，2/3的底池，希望打到对手一些中对、底对、口袋对或者2个凹张的牌。Cut off 弃牌 ，button 选择跟注。合牌来了，方便 K， 我们是在单张成顺的面上面击中了 nuts 花。我们这里认为打大点、打小点都可以，主要是取决于我们想要 target 对手的跟注范围。我不认为对手会在这里有 King Queen， 因为 King Queen 在转牌上就已经成顺的情况下，一般都会加注我们的下注。最终我决定 target 对手一些单对、2对的牌力，下注了640美金，仅仅1/3的下注，同时让我们的下注看上去更像一个阻止注，引诱对手加注 bluff 我们。对手是想了想，加注到了1800美金，我们心里是暗爽鱼上钩啊，也没怎么多眼，就推出了 all in 4000美金。对手很无奈叹了口气，想了想还是选择了跟注，亮出了 A 圈，圈是方片。我们是利用一个合牌灵性的下注尺寸获取了最大的价值，收下了这个1万美金左右的底池。然后我们是被换到了百乐宫的 Legend Room， 也叫 Bobby's Room 里面。平时这里都是开100、100、200的德州和3000、6000的混合游戏，很难得打12、40也能进来体验一下。不过很可惜，我们是连屁股都还没有坐热就被换桌换回了大厅，短暂的体验就这样结束了。这手牌我们在 Low Jack 看到 A10杂色 open 了100刀，小盲和抓位跟注。翻牌来了15、9两个草花，行动是过牌到我下注了160刀，小盲跟注，抓位弃牌。转牌是草花3，除了前门花到了，对牌面整体影响并不大。小盲继续过牌，我们下注400刀，继续拿对手10的价值，并且准备在合牌上面过牌摊牌，对手跟注。合牌是黑桃 K，
这时候出乎意料的是，对手零打了1300刀，接近90%的下注。我这里实在是听不懂他要跟我讲什么故事，他只能代表曼达的同花也许。如果他是 Queen Jack 不带草花的话，在转牌前门花道的情况下面，面对我们70%的下注早就该弃牌了。带草花的不同花 Queen Jack 似乎又不会在小盲跟住我们翻牌前的加注。当我还在纠结要不要抓鸡的时候，对手主动跟我们聊天，说我弃牌的话也会亮牌给我看。根据我打牌的经验呢，大部分人尤其是娱乐玩家说出这样的话8、9不离10是一个 bluff 了。最后选择了跟注，对手亮出了 A8 杂色， A 是草花，是用一个单张 A 花的 blocker 的 bluff。 我们是收下了这个4000多刀的底池。来看下一手，枪口加注100刀，我们在抓位看到了 A 圈杂色，我们选择跟注。翻牌来了勾勾10两个方片，我们过牌，对手下注80刀，我们有2高张卡顺和后门皇家同花顺，选择跟注。转牌来了红桃9，我们变成了2头顺，我们还是过牌给对手，对手下注320刀，我们继续跟注。合牌是方片3，前门花到了，我们是零打了420美金，想扮演前门花或者慢打的3条勾和 King Queen 的顺子，不想让他的超对或者其他一些一对的牌力在后位轻松摊牌。不过对手想了想之后加注到了2200美金，我们是只能弃牌。对手亮出了 King Queen 带方片 King， 也许是想拿我们3条勾的极限价值吧。来到今天的最后一手牌了，我们在 Low Jack 位置看到德州扑克里最棒的7手牌，美国航空 American Airline AA 加入到了100刀 ，Cut Off 跟注。小盲位的娱乐玩家是 3 bet 到了320美金，一个很小尺度的3 bet。我当时有9000美金的后手，他有15000美金左右，是 cover 我们的。我们拿着翻牌前的 nuts， 必定是要来4 bet 造大底池，并且把它隔离出来。我们选择4 bet 到了1040刀 ，Cut Off 弃牌，小盲跟注，单挑来看翻牌。翻牌来了5-6A 坦张方片，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在4 bet 的底池里面击中了顶3条。令人出乎意料的是，对手零打了1300美金。由于 A 方片在牌面上面，我们并不是很惧怕对手有太多听花的组合，我们选择了跟注慢打，同时保护我们同花听牌和 A 小 T 角的跟注范围。转牌黑桃8，在4 bet 的底池里面，这并不改变什么，对手不会有7-9这样的组合。对手这时候选择了过牌，我们是下注了1860刀，大约40%的下注，准备在合牌退出 all in。对手选择跟注。合牌黑桃圈对牌面几乎没有影响，我们还是把 AA 当成 nuts 来打。对手过牌，我们演一演，顺势推出了 all in， 大约5000美金，同时祈祷你是 A 圈，快扣我，快扣我。对手是陷入了非常痛苦的思考，最后亮出了 AK， 很艰难的选择了弃牌。他觉得是被我的 A 圈 bad beat 了，非常的上头。我们最终也是给他看了我们的 AA， 让他不要这么难过。我们是收下了这个8500多的底池，很可惜最后一枪的下注没有吃上价值啊。最终这个第2个 session 只打了大概4个小时，买入了5000美金 ，cash out 13000美金，是水上了8000美金，成功是给第1个 session 回了下水。预告一下，下一期开始，我这个频道会主要介绍直线入奥马哈，也就是 POO 的玩法，以及我在 Aria 和永利赌场的实战 vlog，action 是非常的多，也是非常的刺激，希望可以引起大家对4张牌游戏的兴趣。谢谢大家观看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